今天晚上弹幕里是有小伙伴刚才提到了四面佛是吧？然后我们今晚的第6个故事呢，就是关于在泰国拍鬼片和停尸间以及古曼童的恐怖故事啊。好的，我们直接开始啊。那么再讲一个娱乐圈艺人的亲身经历吧。这是一位香港的艺人，以下呢是以第一人称转述。有一次呢，我去泰国拍鬼片，整个剧组只有我一个香港人。我们到了泰国目的地的时候，大概是7点，天呢已经微微的暗下来。由于拍摄的日程都是第2天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行李，自由的活动了。当地呢是没有的士的，所以我就叫了一辆3轮车。3轮车司机呢也非常的热情，看我不是当地人，问我要去哪里。我们拍鬼片的地方呢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镇，我就跟3轮车司机说，随便转转，带我去个热闹的地方就行。司机说这里离最热闹的地方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程。我说没关系，于是呢我们就出发了。一路上我们都有用简单的英语交流，天也渐渐的黑了。就在一个拐弯路口的时候，司机呢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我伸出头看了一下，吓了一跳，竟然是一团光在慢慢的移动。司机也没说话，让那团光先过去了，再慢慢的发动了车。接着司机问还要去吗？受到惊吓的赶紧就说不要了，原路返回吧。第2天我就开始了拍戏，一切都非常的顺利。我们在小树林里面拍摄了一些场面，一连几天呢都没有任何的事情。但是几天下来，我却发现了一个规律，那就是每到晚上的时候，灯光师、场务全部都会聚起来坐在一个地方。晚上拍戏还比白天拍戏的人还要多，相当的热闹。于是我就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们晚上都聚在一起，不各自回去休息些呢？于是他们就回答，因为来这个小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石碑。在泰国一般是这样的，如果这条路上发生过交通事故，我们就会在这里立一个碑子。所以晚上我们也是聚在一起，因为这个小镇发生了太多起交通意外了。我只是瞬间想起了第1晚刚到泰国和3轮车司机的经历。次日，我们离开了这个小镇，去了别的地方拍摄。离开的时候，明明路上没有任何车辆，司机却按起了喇叭。几次之后，我又问起了剧组的同事，司机为什么按喇叭？昨天和你说过了，这个小镇有太多的交通事故了。我们泰国人的做法是，看到一个石碑的话，就要鸣笛一次的。到了新的拍摄地，我有一场戏呢是在停尸间拍的，是在真的停尸间，而我则是要躺进去的。我自己倒是觉得影响不大，毕竟在片场这么多人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。我也问了导演，这个停尸间真的有尸体吗？导演说，你睡的那一格的旁边的2格是有的，但你是看不到的。开始拍戏了，我整理好，大家帮我呢把我推了进去，就开始了拍摄。结果推进去的瞬间我就愣住了，有一具尸体就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这说好的看不见呢？当然我只是余光看到，我也尽量的忍住不要去看它，可是真的太恐怖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泰国人的肤色本身也是比较黑的，他大概呢是死了有些时间了，整个的身体都已经成蓝黑色了。我忍不住不看他。终于这场戏拍完了，但这场戏之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连续3晚，连续3个晚上，我做梦梦到的都是同一个人，全身蓝黑色，就是停尸间的那个尸体。我终于忍不住煎熬，去跟剧组和导演说了这件事。导演说，既然是这样，就带你去寺庙里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他们带了我去了寺庙，然后主持知道了整件事的来历，就对我讲，你会梦到他，事出必有因啊。你看到了那尊佛像了吗？你自己去佛像后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我就走了过去，找了一会儿，在佛像下找到了一个人形雕像，于是我拿过去给了住持。住持说，这个就是古曼童，他原本是我们这边农民的一个孩子，有一次因为意外而身亡，
但是去世以后，他总是出现在田间，吓着当地的居民。于是我们就帮他做了法事，把他收了，但他依然还是很不听话。我们一般很少把古曼童放到佛像后面去的，只有很调皮的孩子才会。这样佛祖会帮我们教育他。既然你遇到这个事情，你就把这只古曼童拿回去，就放在床头，看他会不会帮助你吧。我按照他的说法果真的去做了。那天晚上我果然没有再梦到那个蓝黑色的人。而等到拍摄结束了，我也把这只古曼童接回到了香港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依然的把它放在家里。好的，咱们第6个故事啊，关于泰国拍鬼片的摄制组以及古曼童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完了。然后咱们现在休息片刻啊，看看能不能讲第7个故事啊，因为现在是10点25分。人头豆腐汤，一个演员拍摄电影的来历，来自于演员陈昭昭，她是电影《人头豆腐汤》这部电影的女主角。同时这个灵异经历是关于这部电影和著名的 Hello Kitty 藏尸案。以下是这位演员的自述。相信如果记得我名字的人，应该是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部叫《人头豆腐汤》的电影。这部电影是改编于当时轰动香港的真实凶杀案，我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，而且我那时候也刚刚出道，接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当然是相当的开心。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经过是，女死者认识了一些坏人，然后和这些坏人一起玩，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，沾上了毒瘾，最后被这些坏人的老大杀了，把他的头切下来放在了 Hello Kitty 里。而当时警察去调查别的案件时，不小心走错了房间，却正是发现了这个玩具里头有一个骷髅头。这个事件最终曝光，轰动了香港。而我饰演的则是这个女死者，所以为了投入角色，我也去拜访了女死者的亲戚，是她的姑妈，是带着她长大的，所以就知道了一些她从小的一些经历。开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导演为了追求更加真实的效果，是要求我们去到凶案现场拍摄。那天我们其实是要在凌晨开拍的，大概早上5点，我们整个摄像队就去了那儿。一般来说，导演组、灯光组他们要提前去到那儿的，然后演员可以晚一些去。当我到达拍摄现场的时候，灯光师和导演全部都在楼底下了。于是我问，怎么了？不是拍摄的吗？结果导演说，所有的机器都失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去到凶案现场，摄像机、灯光，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打不开。也有工作人员感到不舒服，所以基于安全原因，只能换地方拍摄。最后当然是换了拍摄场地了，一连拍了几个星期。不知道为何在拍摄途中总感觉跟女主角非常的接近，总感觉她在附近。我想大概是因为我访问过带她长大的姑妈，所以知道她很多的经历。而在拍摄的时候我特别的投入，甚至觉得有种融为一体的感觉。有一天晚上我睡着，突然就动不了了，是传说中的鬼压床。但我人是非常的清醒，我清醒的眼睛都可以睁大，看得清楚房间里的每个角落。我有一种感觉是被一个女人的灵魂压住了我，而我当时也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。我也知道圣经的经文是可以驱灵的，但我当时由于新加入，所以并不能背里面的经文。而我在心里大喊，主耶稣，请你救救我。说完我就感觉有一股力量从我的身体里被扯了出来，当时我就知道是被鬼上身了。这件事之后我还是要拍摄这部电影，后面也还算顺利，上映了，在娱乐圈里也相当的轰动，当时也做了非常多的访问，上了杂志。几年以后，我把这本杂志翻出来给我的一个朋友看，而那个人是道教的一个大师。他看到我几年前拍这部戏的时候的照片时，他对我讲，昭昭，你那时候被鬼上身了，
你知道吗？所以拍完这部人头豆腐汤之后，其实我的整个人的星途、生活，无论是感情、事业还是工作，都掉到了人生的低潮。好了，大家早点休息啊，咱们下周六晚上的9点半啊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，拜拜各位，晚安。